杨文钦带兵杀进宫时，我正在跟宫里的其他鬼打牌。打牌是我被困这儿4年唯一的乐趣。宫里到处都是怨念深重的鬼，他们比我多一项乐趣，吓唬人。而我生前住的宫殿，自我死后就被封了，连个打扫的人都没有。同样，我也出不去。他们说我这属于是地缚灵。8筒。我忙道：杠。一摸牌，我笑得花枝招展，杠上开花金钩钓海底捞，自摸3家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砰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声吓一跳，回头看清为首之人，我呆愣住。我没想到我竟还能再见到他。杨文钦双目布满红血丝，浑身是血，有些骇人，我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杀红眼的模样。从前喜爱留龙须发，扎高马尾，如今却梳着四方髻。时间带走了少年的意气风发，变得稳重威严。回忆似翻江倒海般涌来。我们青梅竹马，指腹为婚，恩爱3年，直到他从边关带回身怀有孕、女扮男装的副将宋诗诗，说是他哥哥拼死护下他，他的家人皆战死，他无人可依，无处可去，加上他哥哥临死前托他照顾他，因此那个自幼护着我，许诺我恩爱到白头的文钦哥哥要给他平妻的身份。他是平妻，那我就是全城的笑话，是他们的饭后谈资。说着，我眼底氤氲起水雾。文钦哥哥，你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人的，你怎么能这样欺负我？诗诗满门忠烈，这时候你别胡闹。他无所依，在外会遭人欺负。杨文钦，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可以给他钱，给他找干爹干娘，让他有所依。钱不够，也可以动用我的嫁妆。他回我，救命之恩大过天。他明明有那么多选择，却还是不顾我的反对，给了宋诗诗平妻的名分。也是，他怀着杨文钦的孩子，怎能流落在外？自那后，他们便时常待一块儿，从武功剑术谈到用兵之道，日日交谈到深夜，总有说不尽的话。底下的将士们也觉得他们十分登对，而我的存在就显得极其碍眼。杨文钦让其他人在外候着，只有老道士随他入院。我记得杨文钦不信佛不信道的，这些年他变化还真大。杨文钦并没有入殿，径直走向角落那棵4色桃花树。当年我被北凉九皇子在这院子凌辱4个时辰，我用仅剩的一口气爬到这棵桃树下，我望着开得正艳的桃花，解脱一笑，就让我做你的养分吧。大量的血进入青砖缝隙，触目惊心。4年过去了，那些斑斑血痕依旧存在。那棵桃花树在我死后第2年开出了4色花，红色的花瓣更是红的滴血。杨文钦跪地上，珍惜地抱起我死前穿的那身衣裳和骸骨，紧紧贴在胸口。他这是何意？我飘到他面前，他正潸然落泪，不断说着对不起。他这又是何故？他不是痛恨我吗？4年前，临产的宋诗诗求我陪她去庙里祈福，路遇难民抢劫，她被人撞到受伤，下身鲜血直流。她掏出匕首强塞给我，痛苦哀求我救她腹中的孩子。我无措地摇头，我不会。姐姐，就下这个孩子，养在你名下，今后再无人能威胁你在将军府的地位。我想抽回手，但宋诗诗的力气很大，捏得我骨头生疼。你松手，我去给你找大夫。来不及了，你用这匕首剖开我肚子，将孩子掏出来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活。不，我不敢。姐姐，求你救他，只有你能救他。宋诗诗亲自划开肚子，让我去掏孩子。肚子里的景象对我冲击很大，我恶心的想吐。宋诗诗痛极了，呼吸很重，胸口起伏也很大，满头大汗，唇色泛白。见我发愣，她厉声威胁道：还不快按我说的做，否则我拼着最后一口气也会杀了你。我咬紧牙，强忍着胃里的不适，掏出她腹中的孩子。宋诗诗气若游丝地问：是男孩女？男孩。她笑着咽了气。我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，手足无措时，前去剿匪的杨文钦回来了。他急急下马奔过来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：徐婉珍，你怎变得这般蛇蝎心肠？从小到大，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全名，甚至用蛇蝎来形容我。他身后的将士从惊愕中回过神来，纷纷背过身去。
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我毒妇之名会传遍整个赵国。我害怕的直摇头，不是我，是宋诗诗。够了！杨文钦怒喝。我被他的气势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孩子险些掉地上。他从没像这般凶过我，在有宋诗诗之前，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笑，压着嗓子低声细语的，生怕吓到我。现在他是不是要为了宋诗诗一箭杀了我？铮铮，我来带你回家。杨文钦哽咽道。雪姐姐飘过来，一脸好奇道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我收起心绪，故作淡然，我前夫。他对你挺痴情啊，连你死了都这么念念不忘，估计就是为了给你报仇才杀进北凉皇宫的。我撇嘴，痴情吗？我来和亲也算是他造成的，不来和亲，我就不会惨死异国他乡。那年朝中党派之争，我爹和他爹站在了对立面。我爹栽赃陷害他爹，我自牢中将他爹救走，我还没来得及告知他，便收到了他的休书，而他人已奉命去评判。我去信问他，当真要休妻吗？他回我，生无相见，死无相哭。对他来说，我与他之间横着宋诗诗和他爹2条命，是他跨不过的沟壑。可宋诗诗之死与我何干？我堵着一口气，最终没去信告知他爹的下落。当时好战的北凉国要娶公主联姻，赵国内忧外患，只能送公主出嫁。可在这之前，5年内已嫁过3位公主了，皆是1年半载间就传回染病而死的消息。现如今待嫁的公主唯有15公主1人，她听闻北凉凶残，甚至有10人的癖好，她闹腾的不肯嫁。大家心知肚明，和亲等于送死，甚至死后连为你报仇的人都没有。陛下便加封我这个被休的弃妇为公主，带15公主和亲。北凉9皇子嫌我是献主之身，没有公主高贵。他说赵国看不起他，拿个假公主糊弄他就算了，还是个不干净的弃妇，让他在其他皇子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新婚夜就将我折磨个半死，那些花样百出的器具皆染上我的血。每当他在外受了奚落，便会怒不可遏地将我折辱一番。老道士一通比划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让我看看他。杨文钦的声音很低，带着一丝颤抖。老道士看了我一眼，拿水滴入杨文钦眼睛。杨文钦侧脸与我四目相对，他蠕动唇瓣，声音沙哑地唤我铮铮。雪姐姐挡我身前，半恐不撞下他。他连眼都没眨，冷声道：你让开。你想干什么？来让我魂飞魄散，不得转世吗？杨文钦只盯着我，什么话也不说，那双疲惫的眸子里满溢着思念和悔恨。他抬手想触摸我的脸，却从我无形的身体里穿了过去。自那日后，我便能离开这座宫殿了。大家都为我解除禁锢，可以去投胎转世而高兴，纷纷送我大把的钱财。地府要打点的地方多，你多拿些，争取换个好的来生。我挥手与这些相处了4年的姐妹道别，然后我被一股力量吸到了杨文钦身边。试了几次，发现我根本不能离开杨文钦太远。我凑到他跟前质问，为什么？我死了，你都不想放过我吗？他没反应，依旧淡然写奏书。我生气道，杨文钦，我不欠你。宋诗诗是他自寻死路，若非我，他就是1尸2命。你爹我也就下了，他只是失了官职又没丢命，你怎么能这样拘禁着我？你说话啊！烛火受我情绪影响闪烁。杨文钦终于抬头，看的却不是我的方向。铮铮，让我把奏折写完。原来他看不见我，也听不见。我莫名有些失落，明明早已对他死心，可为何又因他看不见我而不高兴？我挥手，直接灭了蜡烛，屋内陷入一片漆黑。什么奏折不能睡醒了再写？杨文钦再次点燃烛火，我又给他熄了。反复2次后，他上榻睡了。他累极，闭眼就睡着了。杨文钦，你今天为什么为我哭？杨文钦带着老道士甩开大部队，日夜兼程赶回府。那急切的模样，好似府上有极重要的人等着他回归一般。府门口有位被丫鬟搀扶着的柔弱美人，翘首以盼。杨文钦快步跑向他，言语关切。下人叫他王妃。他恍若无骨般倚着杨文钦问，可找到姐姐了？杨文钦轻轻应了一声，
然后亲自将他抱回房。杨文钦多年征战，战功显赫，被封了异姓王爷。我不想踏足这里，我想去隔壁，回家看看。可那股力量还是把我带进了府。府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，每天一草一木，一花一树也不曾挪动。我飘去那王妃的屋子，杨文钦正在为她喝药。他拿锦帕擦掉他嘴角溢出的药汁道：好好喝药，身体才能养好。好一个郎情妾意。我想吓唬他，看他这么弱不禁风，又怕给他吓死了。我用手撑着下巴，看温柔体贴的杨文钦。从前没嫁给杨文钦时，我也总3天2头的生病，看再多的大夫也总不见好。后来被杨文钦发现我是嫌药苦，偷偷倒掉硬炕。为了让我喝药，他会踏遍个城，寻找我喜爱的吃食及新奇的玩意儿来诱哄我喝药。可有的药苦得厉害，光闻气味就让我想吐。杨文钦见我抗拒的厉害，就会往我嘴里塞一颗蜜糖，然后用嘴给我渡药，趁机将我吻得天昏地暗。对上他艳足的笑，我羞得满面通红。他道：下次再不肯喝药，我还这样喂你。我娇嗔：登徒子，我明日就去同你娘讲，看他不打断你的腿，让你再不能来我府上。铮铮学坏了，想让我害相思。杨文钦一举灭了北凉，北凉皇室无一活口。北凉国沦为赵国的凉州，朝堂那些老臣为派谁去凉州任职而争论不休。下朝后，杨文钦去了御书房。皇帝问：听闻你此去带回了徐婉贞的骸骨？是。你不顾朝臣反对，执意下军令状也要攻打北凉，真正的目的是迎回徐婉贞的尸骨吧？杨文钦缄默。凉州局势不稳，那些百姓一生暴乱，还需你去镇压一段时日。臣是来交还虎符。杨文钦双手将虎符举过头顶。皇帝诧异地盯着他：爱卿这是何意？臣想解甲归田，求陛下恩准。胡人嚣张，天下未平，你尚且年轻，解哪门子甲？文钦，朕需要你。此等胡话不可再言。杨文钦磕头，晚晚病重，时日无多，臣想多些时日陪伴他。我蹙起眉，心阵阵抽痛。他竟愿为那女子抛却功名。当初我嫁给他的第1年，他数月在外征战，我日日提心吊胆，夜不能寐，常劝他别做将军了。我嫁妆丰厚，我们可以开个铺子过小日子，也可买大块地收租，过普通的生活。我不求高官利禄，只想他日日陪在身侧，恩爱不宜白头偕老。他不肯，总说我是朵娇花，不能被他养蔫了。他叫我不必省着钱财和名利，他去争，必不让我去羡慕其他贵女。不想我所求，他竟给了别的女子。你去凉州将他一并带上不就行了？皇帝愠怒道：他身子孱弱，受不住长途跋涉，臣恳请陛下恩准臣解甲。杨文钦态度坚决，如当年休我那般。朕允你歇息一段时间，别的莫要再提。我不想跟着杨文钦，不想看他与那个叫婉婉的女子有多恩爱。可不管我如何努力，还是会回到王府。我飘去我曾住的院子，一尘不染，每一眼都会回想起我们在这里的嬉戏打闹。他在这里给我舞剑变戏法，看得我连连叫好。你是谁？我回头，一个身着锦衣的小男孩歪着脑袋瞧我。他眉眼似诵诗诗，却无一处像杨文钦。我嘲讽一笑，到头来杨文钦竟是在给别人养孩子。我闪到他跟前，龇牙咧嘴，目露凶光吓他。鬼啊！他尖叫到破音，狼狈而逃。我笑，这下没人打扰我清静了。不多时，杨文钦提着东西踏进院子。他坐在石凳上，取出精致的糕点和膳食，都是我曾经最爱吃的那几样。杨文钦点上3炷香，悠然自得地给自己斟酒。我飘过去，坐他对面的石凳闻气味。杨文钦喝了一口酒道：孩子还小，你就别吓他了，孩子不惊吓的。我偏不，除非你放了我，否则我见他一次吓一次。杨文钦就一个劲喝闷酒，一口菜也不吃，最后醉醺醺地趴在石桌上呢喃：铮铮，我好想你。我有一阵恍惚，我都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，久远到好似是上辈子、上上辈子的事。没嫁他前，他每次打了胜仗回来，
一入城就先奔向我家，脚下生风一般冲到我跟前，用力将我拥入怀，把下巴放我肩上，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说想念我的话。有次不巧我去赴宴，天黑了才结束，一出来就见他斜倚着我家马车，眼神幽怨，语气吃味。那酒宴有什么好吃的，将你留这么晚，怕是在打你的歪主意。那督察院御史家的文弱小公子生得可俊，我让小厮给你带口信都不出来。四周人多，我不便作答，径直坐进马车。杨文清夺过马夫手里的赶马鞭，一屁股坐上来驾马车。我盯着他的背影浅浅一笑，回答道：自是没你烤的野味好吃。等多久了？不久，就1个多时辰。怎么不先去吃些东西？我想见你，见不到你我吃不下东西。我掏出特意给他打包的同心圣洁府递给他，先垫垫，我请你去鸿运酒楼给你接风洗尘。他道：我才不食别人吃剩的，这是宴后吩咐厨子另烧的。宴席上没有这道膳食，但杨文清喜爱吃名字有美好寓意的，我便托厨子做了这道菜。杨文清咧嘴憨笑，咬一口肉脯，口齿不清道：铮铮，你长太慢了，我想早点把你娶进门，这样每次想见你就不用跟你爹娘打招呼。我轻笑，他哪次是得了我父王和娘的同意才入我院子的？若换做别的男子敢如此不讲礼数，早被打一顿轰出府了。可自宋诗诗入府后，他每回府总被宋诗诗以各种理由抢先请去他院子，两人也不知在谈什么，总要谈许久。等他得空再来我这处，我心中有气，就总将他关在门外。我嗓子眼卡着宋诗诗这根刺，渐渐的，我性子变得暴躁易怒。每次与杨文清聊不了几句，便会吵得不欢而散。伺候的下人无不胆战心惊，害怕受到迁怒。我和杨文清之间的距离逐渐拉远，最后生死相隔。杨文清去了我家，曾经的逍遥王府，现在匾额上刻的是徐府。我父王不甘当逍遥王，他有野心，为了那把椅子，不惜将刀尖对准自己的好兄弟杨文清他爹。最后皇帝念及手足之情，只要了父王一个人的命，其他人被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世代不得考取功名为官。现在想来，皇上怕是早察觉了父王的意图，才选自己亲手足之女去和亲。皇室宗亲的献主那般多，怎么轮也不该轮到我。杨文清被门房拦下，我弟弟朝他泼水，他没有躲。害死我阿姐，又害死我爹，你还有脸来？徐鹤川红了眼，撸袖子要揍杨文清。杨文清没反抗，拳头打他身上发出闷响。住手！我娘闻声赶来制止。4年不见，娘的鬓间生了不少白发，衣着也不如从前华丽，素的连朵绣花都没有，发间也只有几根晚髻的簪子。她出身前丞相府，锦衣玉食大半辈子，何时受过此等苦日子？我飘到她身前，轻轻拥抱她。娘，女儿不孝，让您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王爷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。王爷请进。他算哪门子王爷？徐鹤川不满地去拉娘，他见不得曾身份尊贵的娘为杨文清卑躬屈膝。你闭嘴！杨文清拖住娘，没让她屈膝。我想去铮铮的院子坐坐。我跟着他去了我的闺阁，里里外外到处摆着他曾送我的东西。以前我总喜欢将这些东西摆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如今再看，不免让人触景生情。我飘到娘亲身边，她端坐花厅喝粗茶，侧下方是按捺不住火气的徐鹤川。我不懂，娘为何要放他进府？这是让爹和阿姐在地下都不得安生。是他赢回了你阿姐的骸骨，让铮铮魂归故里。如今他又是王爷之尊，你莫要在他面前放肆。他纪念着你阿姐的好，对他有几分愧疚，你就莫要让他对你生厌。他若肯帮扶你一把，你们将来的日子会好过许多。我才不需要仇人帮衬。人不能处处给自己树敌，哪怕对他有恨，也要深深地藏在心里，静待时机，切勿以卵击石。徐鹤川最后听进去了。杨文清走时，他态度和蔼地将人送走。王妃端了汤来，杨文清不想喝，让他先放在一旁。杨文清是不爱喝汤的，他觉得烧烧水水熬起来麻烦又占肚子，不如吃肉有力气，还管饱。
妾身熬了多时，凉了味道就不鲜了。杨文钦放下兵书，还是接过汤碗一口饮下。我面露嘲弄之色，嘲笑曾经那个天真的徐婉珍。杨文钦喝了汤，没一会儿就犯了困，最后竟直接趴在岸上睡着了。我心一惊，这汤有问题。杨文钦待他那般好，他怎能害他？王妃缓缓转过身，盯着我的方向冲我笑。他能看见我？就在这时，一个道士手执法剑进屋。唐道长，快将这鬼打得魂飞魄散，再无来世。他情绪激动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为什么？我与他们无冤无仇，又没做过什么害人之事。我想逃，却被一股力量弹了回来，身上有灼烧之痛。四周浮现纵横交错的金绳，上面挂着小铃铛，像一张大网将这间屋子笼罩。王妃发狠地瞪着我，你逃不掉的。我身形一闪，掐住王妃的脖子。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伏案的杨文钦，怕他难过，最终收了对王妃的杀心。但挟持王妃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杀了他，赶紧杀了他！王妃竭力嘶吼，法剑穿透我的心，将我钉在圆柱上。王妃倒在地上大口的喘息，见我像只待宰的羔羊动弹不得，她笑得张狂，眼角有泪。王妃，你想做什么？杨文钦惊醒了，他手捂着胸口，挡住靠向我的道士。你竟以身养他的魂？王妃诧异道。随即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我盯着杨文钦的后背，想不明白他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。以身养魂会消耗他的阳寿，死后入了地府也要下18层地狱受罚的。且被养的魂一旦受到伤害，他也会感受到相同的伤痛。我死，他死。婉婉，你不该动他的，这样你还能多活些时日。可我不想做徐婉珍的婉婉，我想做晚做同心结的婉婉。不要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我宁愿你当初没救我们一家，我宁愿死在那个寒冬。王妃去抓杨文钦的衣袍。王爷，我现在后悔了，我不想成全你们，我想活着。那个老道士急匆匆进来，大惊失色道：王爷，徐小姐快不行了，休想用我的身体复活她。说着，王妃一刀插进自己胸口。老道士抽出我体内的法剑，将灵魂涣散的我放进杨文钦怀里。老道士又忙去给王妃止血。铮铮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杨文钦安抚道。我看向地上的王妃，杨文钦是想让我借尸还魂。文钦哥哥，不要这样做，我不想剥夺别人的生命来延续自己的。何况借尸还魂有违法则，他死后会受18层地狱之苦的。杨文钦没有反应，他还是听不见我说话。老道士盘膝而坐，面前摆了一堆法器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道士，你停下来，此事不可为。王爷以一半寿命换你重活，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道士没张嘴，但我能听见他的声音。你无需多虑，王爷当初救王妃一家时就明说了救人的条件。王妃一直很清楚，她的身体和身份就是王爷给徐小姐准备的，这是她和王爷的交易。不，我不答应，你们都没问过我是否愿意还魂，不能擅自替我做主。停手！你快停手！随着道士的手势变化越来越快，我的意识渐渐模糊。等我清醒过来，我正躺在雕花床上，刚一动，胸口传来剧痛。我低头一看，我的身体不是透明的，我能触摸到东西了。我真的借王妃的身体还魂了。王妃可醒了？门外传来杨文钦的声音。王妃醒了，但不肯服药，也不肯用膳。门被推开，杨文钦绕过屏风来到榻前。他试探性的轻唤：铮铮，是你吗？我望着眼前的男人，心头酸涩不已。这世上怎么会有像他那么傻的人？多少人渴望长生，他竟用自己的寿命换别人生。我颤着指尖想触摸他的脸，却又克制地捏成拳。杨文钦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杨文钦咧嘴笑，坐在榻上小心翼翼地拥抱我。我下意识要回抱他，想到过往种种，将手垂了下去。铮铮，从今往后，我日日陪着你。以后你就叫徐婉，小字铮铮。我悄然抹去眼角的泪。杨文钦，我不想做你的王妃，放我走吧。不做王妃也行，我明日就去向陛下请辞，我们去买一块地收租，
或者开一间铺子。我推开他，憋着眼泪。杨文钦，我们回不去的。我已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徐婉正，日日面对害死父王的仇人，叫我们如何能回到从前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，哪怕是从认识开始也可以。我不想跟你从头再来，我也根本不想重活，我宁可永远被困在那宫墙里。你听我解释，我跟宋诗诗一直是清清白白的。从前自宋诗诗出现后，你性子就变得暴躁，说不了2句你就会发火，无法沟通。后来我才知道是宋诗诗给你下了药，才导致你性情大变。那孩子也不是我的，孩子父亲战死，宋家满门忠烈，就只剩下那个孩子。所以日后这王府我打算交给那孩子。我这一生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人，我离不开你。既爱我，当年又为何要休弃我？我紧盯着他的眼问。这个答案我一直想知道。当年误以为你杀了宋诗诗，怕你迫害那个孩子，可回完你的信我就后悔了。我派人去追信没追上，等我得知你消息时，你已踏上了和亲路。我从南境追到北，跑死数匹马，终是没追上。当年我还没来得及查宋诗诗的真正死因，就被派去评判，导致误会了你，害了你。铮铮，忘了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往后我定不对你有半分疑虑，我们还像从前那般。杨文钦端起丫鬟送来的药，又拿了蜜饯来喂我。我抿起唇，偏头避开。铮铮乖，不管怎样，先把身体养好。这具身体虽是病躯，却是最契合你灵魂的，你日后免不了要日日喝药。杨文钦点了我的穴道，强行将药给我喂下。杨文钦日日陪着我，他喜欢聊我们儿时的事。他故意说错来试探我是不是徐婉正。起初我不知是他的试探，没忍住纠正一番。看他笑得眉眼弯弯，我方才惊觉他真正的意图。他说这4年他一刻也没闲着，但借尸还魂之事只能徐徐图之。他说我们只是有许多误会，说开了就好。杨文钦梳回高马尾，留起龙须发，穿上旧衣，他又变回我记忆里的模样，细致入微地照顾我。可他亲手呈上了我父王的罪证，他害死了我父王。经历种种，我们又如何回到最初的模样？皇帝生辰宴，丫鬟给我挑了不少珠宝首饰往发髻上戴。太久没做人了，头上顶这么多东西，感觉沉得慌。我拔了金钗道，别戴太多了。成婚3载，王爷头一次带王妃出门，定是要隆重些，可要将其他人都比下去。说着，他又把我拔下的钗环带了回去。杨文钦踏进屋，顺手又给我带了2只。我被皇后的人带去长秋宫，里面端坐着皇上、皇后。皇上扫了我几眼，放下茶盏的力道有些重。你可知杨文钦为了你要解甲归田？我磕头，陛下恕罪，臣妇不知。他是赵国的战神将军，怎能为了一介女子解甲投歌？朕听闻你常年病痛缠身。是。皇上挥手让太医给我诊脉。回陛下，王妃得的是血虚之症，虽一直控制得当，但也只能延缓几年寿命。血虚是治不好的，只能一直用名贵药材养着。朕等不了那么久，你横竖都是要死的。朕仁慈，就再多给你1年寿命。太监呈上一个瓷瓶，这是慢性药，1年后才会毒发。我被强行塞下药丸，皇帝这才满意的舒展眉头。这世上可以没有徐婉，但不能没有战神将军。此事不可让杨文钦知晓半分，否则朕将你满门抄斩。杨文钦等在内宫外，见我出来，微皱着眉，一脸担忧地问：皇后找你何事？同我聊了几句家常，让我多出门走走。杨文钦牵我去大殿，献礼后是一段舞乐表演。几杯酒后，皇上突然开口：朕听闻临淄王妃体弱多病，不宜生养，若大王府多年来仅一子，门下侍中嫡长女温婉贤淑，朕就将她指给临淄王为侧妃，尽快为临淄王开枝散叶。杨文钦忙起身跪在中央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臣此生已许徐婉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暂难容下其他人。杨文钦当众拒婚，皇帝和门下侍中的脸色都很阴沉。不想临淄王与王妃恩爱至此，倒是朕乱点鸳鸯谱了。若非杨文钦对朝廷用处甚大，不然他已经被拉出去砍头了。吃完酒宴出来，
我发现有东西落下了，杨文钦让我等他，他回去取。林子王将他藏府里3年，我还以为藏着何等娇艳的美人，今日得见也不过如此。别看他今日风光，让林子王不惜冒着杀头的罪当众拒婚，说到底，他也不过是别人的替身罢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他本名不叫徐婉的，跟徐婉珍相比，他就是个笑话。嘘，你可千万别提他，小心被有心之人泼一身脏水，要是洗不掉，可就要命了。耳边是路过贵女们的议论声，我不禁苦笑。当年杨文钦娶我时张扬极了，108台聘礼，10里红妆，鲜花铺路，两家明明几步路就到了，他绕了半座城，险些误了吉时。那是我最风光的一天。回去，杨文钦借着酒意窝在我肩上与我耳鬓厮磨。这段时间他一直小心翼翼，生怕我不悦，可今夜他说什么都不肯走。我数不清多少次被他折腾醒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天亮。他替我擦净身子，柔声哄道：“是为夫没克制住，你且先睡，我去给你烧好吃的补偿你。”我在徐府门外站了许久，内心一直纠结要不要上前去叩门。见到娘又该说些什么好？林子王又想打我们徐府什么主意？莫不是想将我们赶尽杀绝？徐鹤川手里抱着一摞账本，一脸厌恶地瞪着我。王府落寞后，他便在当铺寻了一份账房先生的差事。娘一把年纪，还要给人做刺绣的活计。我想拜见一下徐老夫人。呸！我一看你心就蔫坏，想栽赃陷害我们是吧？门儿都没有。徐鹤川对门房吩咐，不许放我进去，惹娘生气。后面又去了几次，不管怎么贿赂，门房始终不肯进去通禀。悻悻回到府里，杨文钦带着大夫进院子。铮铮，该请脉了。我迅速将袖子拉下，今天我不想诊脉，也不想喝那苦死人的药，也不知这慢性药会不会被诊出来。这日子离得太近了，一旦发觉，便很容易猜到来自皇宫。不行，这事不能由你性子，我还要给你绣东西，这脉改天再诊也是一样的。说完，我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他脸微红，满心欢喜。他一向顺我心意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上巳节，我用兰草做了香包给杨文钦，他带我去逛庙会，我说我想吃浮云糕。趁他去排队买糕点，我穿梭来往的人群中，直奔城门而逃。怕杨文钦追上，我一路不敢停歇。路上我遇见一小女孩卖身葬母，我看了她许久。她衣服破破烂烂，但脸洗得十分干净，想有人能瞧得上她，买走她。我买了一屉包子给她，她连声致谢后，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口齿不清地问我能不能买下她。她说她很勤快，什么活都会干。我问她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，但我要烧毁你娘亲的尸体，不让她入土为安，你愿意吗？她摇头。胡人屡犯边境，边关又打了起来，这种时候很多人填饱肚子都难，哪有多余的钱买一个瘦小的孩子，还得多分他一口吃的。他撑了4天，主动找到我，同意了我的要求。我将代表我身份的东西带在那女人身上，一把火将她烧得面目全非。小女孩跪在地上边哭边磕头，让她娘原谅她的不孝。她怯生生地拽着我的裙摆，一双湿漉漉的眼问，可不可以让我跟着你？我什么都能做。我乔装打扮，等了好几日，才等到追来的杨文钦。他对着烧焦的尸体痛心疾首，我捂着嘴也眼泪直流。对不起，你是百姓眼中明媚的曙光，有大好的前程，不该困在我身边。小姐，你怎见了那人这般难过？他又为什么抱着我娘的尸骨一直哭？我抱住小丫头，死死咬着手关节，身体不由得轻颤。杨文钦抱着尸骨不吃不喝地坐了2天2夜，双目空洞。他让下面的人往他身边围一堆柴火，欲殉情。我急得刚要现身阻止，正巧御林军带来了皇帝的圣旨，命他前去边关支援。小丫头一个劲地问我要去哪儿。我没有目的，走到哪里是哪里。我给小丫头取名兰惹，她是个观察细致入微的人，若是被大户人家买了去，定有出头之日。我买了书，赶路时便会教她识字读书，她学得认真，人又聪明。夜里我总梦见杨文钦，梦见他在战场，梦见我们儿时。我带着兰惹来到芙蓉城，
正值满城芙蓉花开。替我买了糕点回来的兰惹跑得太快，撞洒了一老人的酒。我上前赔罪。杨伯父。老人扭头上下打量我许久，问了句：姑娘是？我是铮铮，徐家的铮铮。我请他去酒楼吃饭，他话里话外都是打探。我如实说了杨文钦让我借尸还魂之事。他倒蛮久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我带你去见个人。我忙道：杨伯父，我与文钦哥哥情深缘浅，是铮铮福薄。不是他。杨伯父带着我七绕八绕去了一家农舍。杨一休，我倒要看看你打的什么酒能打这么久。看清屋里走出来的人，我鼻头一酸，眼眶湿润。爹，他竟没死。你还认了个女儿？杨伯父笑，人家喊你呢。父王扫了我一眼，嫌弃道：我不要女儿，我要酒。我认干女儿，铮铮会生气的，你要喜欢，自个收着吧，别什么都塞给我。说完，他抢走杨伯父手里的酒，迫不及待地打开酒塞子，埋怨道：馋死我了都。他就是铮铮，徐家的铮铮。你说什么？你女儿？父王手里的酒坛砸在地上，他反应过来，搓搓手，还是不肯相信，探究的眼神在我身上来回扫。不像啊，我替你验过了，这是说来话长，先进屋吧。糟蹋了这好酒，还是你女儿打的呢？我讲了借尸还魂的过程，然后问我爹怎么没被斩首。杨伯父笑着摸摸胡须：你能把我从死牢里换出来，文钦也能瞒天过海救下你父王。爹说，皇帝是见不得亲王与大将军结亲的，徐家和杨家联姻就必须断尾求生，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死。我爹不得不陷害杨伯父，又亲自将罪证交给杨文钦，他一人赴死，求皇帝饶恕他的家人。只有这样，我和杨文钦才能长久下去。他说，虽身隔两地永不能相见，但好在都活着，大家都谋算得很好，可偏偏造化弄人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杨文钦在不知他爹还活着的情况下，竟心甘情愿将我父王救了出来。原来他与我之间从无隔阂，像他说的，只是有些误会，说开了就好，可偏偏大家都跟赌气似的不肯说。一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停了太久的药，加上路途劳累，随着一阵胸闷，我晕了过去。铮铮，你怀着身孕，怎能这般胡闹跑出来？都当娘的人了，还不收收性子？这文钦也是，既要做还魂之事，也不替铮铮找个健康的身体。我不可置信地将手覆上肚子。那次第二天睡醒，我明明喝了碧子汤，怎么就怀上了？杨伯父叹口气道：铮铮丫头，你丢下文钦，他就是一个人了。你不知，你是他的命啊。有什么事说开了就好，小夫妻哪有一吵架就跑的？我爹也劝道，他们让我休养一阵，先写封信给杨文钦，等他来接我。杨文钦在战场，不可能抛下将士来南边寻我。我数着我还能活的日子，很纠结要不要去见他一面，又怕他再次拘着我的魂来一出借尸还魂。可这个孩子若能生下来，不能既没娘又没爹。最后在两位老人的念叨下，我踏上了去西北寻杨文钦的路。兰惹非要跟着照顾我。我们走了3个月，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。然而在离军营不过10里地的地方，我遇上了杨文钦的棺椁，写着杨字的黑色旌旗飘飘。我只觉得那风刮得人生疼，我扑上去用尽全力推棺盖。我不信里面躺着的人是他，王非不可。开棺，棺椁落地，棺盖打开，杨文钦闭着双眼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杨文钦，你起来啊，我们都不闹了好不好？眼泪簌簌落下，滴在他脸上，颈窝。你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？我是铮铮啊，我答应你，我们还像以前那样。文钦哥哥，你再这样捉弄我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文钦哥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我用力推搡他，泣不成声。他能灭了北凉，杀尽北凉皇室，怎么就死在了多次败给他的胡人手上？王妃节哀，王爷的遗体必须尽快送回去。他的副将将我拽离，棺盖重新合上。我心绞痛得厉害，几度喘不过气来。老道士朝我走过来，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布袋子递给我。王爷留给你的。
找到你的尸骨后，他让我又给你招了魂。他说等他退了胡人就去寻你。他怎么会死呢？他那么厉害，那些胡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一定是他金蝉脱壳的计策，对不对？王爷已故，他身边有胡人的奸细，放出假消息称他们抓了你。王爷救你心切，中了早设好的圈套。我急火攻心，喷出一口血来，竟是我害死了他。你不是能借尸还魂吗？用我的命换他的命，换不了，哪能相互换来换去的？你当阎王是我亲戚呢？他将一半寿命给了你，本就没多少时间可活，死在战场是他最好的归宿。我展开杨文钦留给我的信，是一封写在中衣上的血书。铮铮，你父王并没有死，他被安置在芙蓉城葛乡村，一直没告诉你，是怕知道的人多了，引人起疑。我先走了，来世我不做将军了，我做商贾，你做商贾夫人可好？我抱着血书哭晕数次。涪陵就回城的路上，我腹部绞痛的厉害，血顺着腿流了一地。大家都很慌，搭了帐篷让我躺着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一来一回请大夫，怕是要1-2个时辰。我叫来兰惹，把1沓银票交给他，这笔钱足够你一世无忧。这些大老爷们定然照顾不好这么小的孩子，一路上还请你多费心。我血虚，是没办法自然生产这个孩子的，保不齐会一尸2命。去借把匕首来。兰惹是见识过这些场面的，他比那些将士镇定许多。我紧张地握着匕首，努力平稳气息，然后鼓足勇气，一刀划向肚子。啊！我痛出眼泪，浑身冒汗。我不是宋诗诗，做不到他那么精准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兰惹来夺匕首。一会儿，你替我把孩子掏出来，掏出来他才能活。可这样你会死的，不这样我也会死。我强忍着痛，咬着苍白的唇，做足心理建设，又补了2刀。兰惹的手伸进我的肚子，我努力挤出一丝笑。文钦哥哥，我来找你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